我成为牛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老黄牛抽筋扒皮，只因这只老黄牛告诉我，明天晚上会有7个仙女在湖里洗澡。你要捡起那件紫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跟你要衣服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但他不知道，我拥有山海绘卷，可探查万物特征。黄牛早已成精，暗藏祸心，喜好欺诈人类，行伥鬼之事。命门在双脚正中，以利刃破之，可取下牛皮，将牛皮一火焚烧，褪尽其毛后披在身上，可御风而行，所以我才将其宰杀，成功将黄牛精收入绘卷。一股裹挟着百年道行的热流瞬间涌进我的丹田，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劲儿，杀了妖怪就能变强，这种感觉真痛快。我利索的把牛皮剥了下来，院子里的田有福和林翠花早就吓傻了。小兄弟，你把老祖宗供着的牛给杀了。他要吃我，我先送他上路。我冷冷看了他一眼。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盘丝岭，归山上的大王管。岭上有个浊垢泉，本来是仙女洗澡的地方，现在被7个害人的蜘蛛精占了。我俩以前想逃，结果半山腰全是银丝，野兽碰到化成脓水，根本出不去。银丝是蜘蛛精的陷阱，走地上不行，那我就走天上。生火。两人不敢不听，赶紧抱来柴火点着。我把血淋淋的牛皮丢进火里，烧光了上面的杂毛。按照绘卷里的法子，我把这热乎乎的牛皮往肩膀上一披，脚底下生出一股邪风，拖着我直接飞到了半空。我借着牛皮的劲儿，从半山腰的银丝阵上方掠过，直奔那冒着热气的浊垢泉飞去。田有福没撒谎，眼前的树林密密麻麻挂满了银丝，这些丝线在大树间交错，把路封得死死的。我落到地上，走到那层厚厚的蛛网前，抬头看去，这网起码有30米高，透着一股腥甜的腻味。脑子里的山海绘卷哗啦一下翻开了，暗金色的字迹跳了出来：太阴毒株，天生灵种，千年修成化身，纯阴之体，喜食男子阳气。可吐银丝，见血封喉，能瞬杀百兽。命门后颈3寸骨节，重压此处，妖力离散，浑身瘫软，无法吐丝。我盯着那行关于命门的文字，心里有了底。既然知道了死穴，这买卖就能做。至于田有福和他媳妇儿林翠花，只要我不死，他们也死不了。要是真打起来，我可没心思管他的死活。在这种神魔遍地的地方，同情心最是不值钱。我用树枝在地上随手画了个圈。闭嘴，在这儿待着别动。要是出了这个圈，神仙也救不了你。我冷声打断田有福的碎碎念，转身引入阴影。我弯着腰，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浊垢泉旁边的一处灌木丛里。这泉水就在山坳中心，腾腾冒着热气，霞光在水面上乱晃，确实是个宝贝地方。我把浑身的阳气死死压住，连呼吸都调得极慢，就像一块枯石头。没过多久，林子里传来一阵嬉闹声，那声音忽远忽近，带着一股子勾人的邪气。接着7道影子从林梢掠过，轻飘飘地落在泉水边。这些女妖个个生得妖娆，随手扯下身上的轻纱，就那么丢在了我藏身的草丛旁。其中一件紫色的纱衣正好搭在我眼前的树枝上。我盯着水里那几个正在扑腾戏水的身影。这几个蜘蛛精占了泉水，害人性命。收录他们不仅能得道行，还能提升体质。我伸出手悄悄把那件紫色纱衣拽了过来，指尖触碰到纱衣时，一股阴气钻进皮肤。我没犹豫，掌心暗自捏了一记玄火诀，温热的力量顺着经脉透出，一点点把纱衣里的水汽和寒毒烘干。泉水里的嬉闹声停了，那个叫紫珠的蜘蛛精游到了岸边，左右张望。他显然察觉到衣服不见了，脸上不仅没惊慌，反而露出一丝媚笑，眼神不住地往林子里勾。他这分明是把我当成了自投罗网的猎物，想吸取我的精气。姐姐，小公子拿了我的衣服呢。紫珠娇滴滴地喊了一声，赤着脚就往我这儿走来。小公子，我的衣服怎的在你这儿？莫不是想好回去做个念想？他走得极近，那股妖气直冲脑门。就在他伸手要抓衣服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窜了出去，右手张开，对准他的后颈狠狠扣了下去。紫珠反应极快，正要张嘴喷出毒丝，可我的指甲已经死死掐住了他后颈那节突出的骨节，这力道用得极重，直接嵌进了肉里。紫珠浑身猛地一僵，刚到嗓子眼的毒气瞬间散了，他整个人软绵绵地倒向我，原本红润的小脸变得煞白，惊恐地瞪大眼。你怎么知道我的命门？我没废话，左手死死勒住他的腰，不让他挣脱。就在这时，一变陡升，一股彻骨的寒气顺着掌心死命往我经脉里钻，那感觉就像是一根冰锥，直接扎进了我的丹田。我体内的阳气被这股寒流一击，本能的爆发开来。我体内的纯阳之气与他那至阴的太阴元气撞在一起，竟像干柴遇烈火，引动了某种本能的共鸣，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吸力。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就像2块吸铁石一样，死死的贴在了一起。我感觉到体内的气血开始倒灌，那种冷热交替的痛楚让我的视线有些模糊。紫珠也发出一声闷哼，她原本冰凉的体温在迅速升高，脸颊浮现出一模一样的潮红。你竟然是纯阳之体！紫珠的声音在颤抖，但那种惊恐很快变成了狂喜。她不但不再挣扎，反而反手搂住了我的脖子，拼命汲取我体内的阳气。我没时间去想别的，只觉得全身的骨头都在咯吱作响，像是被重新锻造了一遍。原本绵软的皮肉，在那股阴阳交汇的元气洗礼下，变得像生铁一样硬实，甚至透出一层淡淡的金芒。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股狂暴的力量才渐渐平息。紫珠瘫在我怀里，原本怕火的毛病彻底消失了，看向我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带着几分畏惧，更多的是顺从。而我松开手，感觉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我随手对着旁边一块1人高的磨盘巨石轰出一拳，咔嚓，磨盘应声而碎，裂成了满地石渣。这肉身的强度比之前强了何止数倍，已成功收录太阴毒株，附体质进化，阳灵体出城，获得道行60年，太阴元气。山海绘卷上紫珠的画像缓缓定格，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盘丝岭的妖王，现在该轮到他们怕我了。体质觉醒的刹那，一股狂暴的阳气从我脊椎大龙直冲天灵穴，浑身骨骼在这一刻齐声爆响，就像是体内藏了一串正在炸响的闷雷。我能清晰感觉到血肉筋膜被一股灼热的力量强行拓宽，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滚烫的铁锈味，肉身力量在疯狂攀升，1倍5倍，直到整整10倍。撒手！紫珠发出一声羞恼的尖叫，
趁着我被力量冲击恍神的空档，猛地一扭身子，强行挣脱了我的五指。他落地的瞬间，那张娇媚的脸蛋因愤怒而变得扭曲，他腰间的轻纱无风自动，无数根细如牛毛的银丝从他背后喷薄而出，见风就长，层层叠叠的朝我兜头照来。这些蛛丝上泛着幽幽的紫光，显然淬满了剧毒。我没躲，下一秒我掌心猛地张开，原本虚幻的火种在阳灵体的加持下炸裂开来，一团赤红的玄阳灵火顺着我的指缝喷涌而出，将周遭半米内的空气都烧得扭曲起来。噼里啪啦，那些银色毒丝还没碰到我的皮肉，就被这股至阳至刚的火浪卷了进去，眨眼间就缩成了一滩腥臭的黑灰。忙，我反手虚握住一团流动的火苗，语气冰冷：“省省吧，你那点引以为傲的道行，现在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方圆，你这负心汉！紫珠眼眶通红，死死攥着被烧了一脚的纱衣，胸口剧烈起伏。他指着我，声音都在发颤：“姐姐们说的对，人族修士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骗子。你夺了我的元婴，觉醒了灵体，提上裤子就要翻脸杀人。你骂我是孽畜，可你刚才这是一场交易。”我打断了他的话，脸上没有半点波澜。我这种人，在神魔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自知之明，同情心这种东西救不了命，反而会让人死得更快。我打量着他那副欲言又止、春光泄露的模样，心中虽有一丝阴阳互补后的悸动，但很快就被我用理智强行压了下去。在这个随时可能被妖物吸干的世界里，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真理。盘丝岭是你们的地盘，我方圆无意久留，咱们之间的因果在刚才那一刻已经两清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你回来方圆。紫珠急切地喊了一声，甚至往前追了2步，但我根本没给他靠近的机会，反手抖开那张散发着凶煞之气的牛皮披在肩上，法宝加身，我整个人化作一道乌光，直接撞破了山间的浓雾，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密林深处。我御风掠过半山腰时，随手挥出一道灵火，将那些拦路的剧毒蛛网烧成了飞灰。紫珠停在原地，神色从愤怒逐渐转为暗淡，她低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指尖划过自己依然滚烫的脖颈，那里还残留着我阳灵体的灼烧感。她不得不承认，那种纯粹而炽烈的阳气，就像是一种会上瘾的毒药，让她这个生于阴暗地穴的精怪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渴望。这种感觉比她过去几百年吸食的精血都要迷人得多。不能让姐姐们发现她，绝对不能。紫珠眼神闪烁，她太了解那几位姐姐的手段了。若是被他们知道盘丝岭出了个活着的阳灵体，方圆只怕会被抓回来，关进地牢里当成永不枯竭的药渣，日夜压榨这种好东西。她只想藏起来独享。她深吸一口气，开始迅速清理现场，蛛丝、脚印，甚至是空气中残留的阳气，都被她施法一一抹除。做完这一切，她才装作若无其事地朝洞府走去，心里却在反复揣摩我临走前留下的那句：来日方长。我御风疾行，牛皮法宝的速度极快，两边的树影在视线中都拉成了残影。说实话，刚才若非必要，我确实不想跟紫珠死磕，哪怕有了60年道行，可盘丝岭毕竟是蜘蛛精的老窝，万一那7姐妹齐齐出动，再摆个大阵，我这点修为还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我很快回到了那座荒废的小院，田有福和林翠花正缩在门后缩着脖子，眼里全是恐惧，守着一盏随时会灭的油灯。你们2个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东跑，别回头，也别进树林。我落在院里，头也不回地朝东边飞去，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交代：路上的蛛网我会替你们破开，能不能活命看你们自己的命数。我不是圣人，带2个累赘闯关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招呼一声，已是我作为同族最后的善意。雨来得很突兀，当我赶到盘丝岭山脚下时，天边陡然亮起几道狰狞的电光，紧接着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没头没脑地砸了下来，山路变得湿滑不堪，那件牛皮法宝也因为能量耗尽变得暗淡无光，软塌塌地贴在我身上。土地庙，雨幕中一座塌了大半边房顶的小庙出现在路旁，这庙破败的厉害，内部阴暗至极，2根原本朱红的柱子早已剥落成了灰木头。我顾不得许多，猫着腰钻了进去。这地方小得可怜，连个落脚的地方都难寻。我四下扫了一眼，最后干脆一撑手，大喇喇地坐在了那满是灰尘的供台上。我闭上眼，凝神静气，脑海中那卷古朴沉重的山海绘卷缓缓翻开，金色的文字在一片混沌中浮现。卷主方圆，境界炼金化气，初期体质阳灵体，初成道行60年，术法玄阳灵火，天赋。我试着引动丹田内的那股热流，发现这些灵气运行的轨迹比之前顺滑了数倍，只要我念头一动，掌心就能瞬间凝聚出那团霸道的火种。这阳灵体的强悍远超我的预期，即便不刻意修炼，我的肉身也在无时无刻不在吸收周遭稀薄的灵机。收录紫珠的进度条停留在30%，看来想要彻底收录这种大妖，除了力量的博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纠缠。不过这次的收获已经足够让我在这乱世中站稳脚跟了。正当我打算闭目小憩时，一股异样的视线感让我后颈微凉，我猛地睁开眼，视线死死锁定了神龛上那尊满是裂纹的泥塑神像。这神像塑造的是个矮小的土地公，手里攥着根拐棍，脸上本该是慈眉善目的表情，可就在刚才，我分明看到那双泥塑的眼珠子微微转动了一下，正死死地盯着我这个不速之客。脑海中绘卷猛地一震，一张色彩暗淡的画像自动跳了出来。生灵、土地公、地方阴神、地界小神。特征：受天庭册封，监察10里方圆，拥有地形之能。状态：香火稀缺，神力虚弱。命门：香火愿力，受制于封神榜因果。当前状态：未收录，收录神奇。这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硬杀肯定不行。这老儿虽弱，但身上挂着天庭的编制，动了他就是动了因果。既然是吃香火的，那就换个温和点的法子。我随手从脚边的烂木堆里捡起3根枯树枝，指尖轻轻一捻，一簇玄阳灵火瞬间将其点燃。虽然不是正经香火，但配合我阳灵体的精纯气息，这种火供对于枯竭的阴神来说无疑是大补之物。我将树枝插在香炉的灰烬里，学着老道的样子，双手合十，闭目观想神像。随着烟雾缭绕，我隐约听到耳边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叹息，紧接着那尊神像在我识海中竟然变得灵动起来，泥土褪去，化作一个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正冲着我缓缓点头。轰！绘卷上的土地画像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原本灰蒙蒙的边框被一道土黄色的流光彻底填满。成功收录地界小神，获得奖励地形术，获得道行30年。一股关于大地脉动的感悟瞬间冲进我的识海，我猛地睁开眼，从供台上跳了下来，试着朝地上一跺脚，原本坚硬的石板地变得像水一样软，我身子一沉就钻了进去，视线一黑，紧接着又是一亮。等我再次睁眼时，我已经出现在了庙门外100米远的一棵歪脖子大树底下，大雨依旧在下，但我身上却滴水未沾。
我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看了看那座在大雨中摇摇欲坠的土地庙。这地形术不仅能用来赶路，更是绝佳的保命底牌。在这步步危机的盘丝里，只要我想走，谁也别想留住我。收录神灵果然比杀妖要划算得多。绘卷上地形术那一页被暗金色的纹路填满，成了彩色。成功收录地界小神，获得30年道行，悟得灵品术法。地形术，一股浑厚的力道顺着脚底钻进全身，丹田里的气旋都大了一圈，脑子里凭空多了不少感悟，似乎心念一动就能直接穿透这坚硬的地面。这收获来的容易，我不过是用了几根带阳气的枯枝上香，便换来了这种保命神技。相比之下，那些躲在深山苦修的精怪，真是活到了狗身上。我跨出土地庙，松了松僵硬的脖颈，随手掐了个法诀，口中默念的行真言。这土地老儿虽然道行微末，但这地形术确实是居家旅行的极品。那土地老儿见我觉醒阳灵体，竟也由得我在此折腾，倒是个识趣的。我轻轻跺脚，地面顿时变得松软，整个人直接陷了进去，泥土擦着耳边划过，没有半分挤压感。地形术虽只是小五行法术，但速度快得惊人。我在地底穿行，瞬息便是数里，这比我披着那张消耗极快的牛皮玉峰要稳当得多。牛妖那种家畜成精的野路子，在正统的仙术法面前根本没得比。我借着地形术在盘丝岭方圆100里转了一圈，这地方荒凉的紧，人烟罕至，唯有东南角坐落着几个零散的村子。我顺手在林子里猎杀了一头300来斤的野猪，扛着尸体直接进了最近的一个村口。小后生，你这是哪来的？怎么光着膀子？这成何体统？村头一个老妇人停下手里缝补的活计，眼神却在我精悍结实的胸膛上扫来扫去，半天没挪开。我看了看自己，昨晚跟紫珠那一场纠缠，身上的旧衣服早碎成了破布条，现在腰上只扎着块破牛皮，确实跟个野人没两样。大娘，我是进山打猎迷了路的，这野猪送给你们，换身整齐衣服，再混口热饭成吗？肚子恰到好处的叫了几声，阳灵体消耗大，胃里早就空了。哎呦，这猪肉可不少，快进来！老婆子家里正好有现成的布料。老妇人瞅见那头肥硕的野猪，笑得眼角满是褶子，赶忙把我领进自家的小院。这家里没男人，只有一个闷头干活的年轻村妇，听说是田有福的远房亲戚。我顺嘴提了一句，说在山里见过田有福，他正往家赶呢。老妇人听了，更是乐得找不着北，忙不迭的给我2尺寸裁布料，一直忙活到黄昏。一身藏蓝色的粗布短打总算做好了，虽然料子一般，但穿在身上倒是利索。我把那张牛皮也递了过去，让村妇帮我缝成一件贴身的护心坎肩。这牛皮怕刀劈却不怕火烧，正适合穿在里头当个防具。后生，眼看天就黑了，山里不安生，就在大娘这儿对付一宿吧。老妇人见我拿了坎肩要走，好心拉住我的袖子，谢了大娘，我赶夜路习惯了。我回觉得干脆，这盘丝岭附近全是妖气，待在人窝里反而容易招祸。我白吃了2顿肉，也留了句实话，田有福这几天就能到，你们安心等着便是。说完，我当着他们的面一脚跺地，整个人平地消失。神仙，真是地仙爷爷显灵了。身后传来一阵密集的磕头声，我早已遁出几里地远。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没急着回卓构泉，我化身成了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围着盘丝岭外围疯狂扫荡，凡是绘卷上标记出的精怪，一个都没放过。成功收录铁背狼妖，获得200年道行；成功收录青鳞蟒怪，获得150年道行；成功收录白额虎精，获得150年道行；成功收录赤木兔妖，获得300年道行；成功收录红柳木精，获得500年道行。一道金色的玄阳灵火喷涌而出，将那棵枯萎的红柳木烧成了焦炭。我站在灰烬前，感受着体内奔涌的1500年道行，灵台之中一片清明，原本模糊的五感变得极度敏锐，方圆100步之内的虫鸣声都清晰如在耳畔。道行长得快，但这还只是感悟，没能彻底质变。我点开绘卷的扉页查看现状，卷主：方圆、境界、炼精化气、中期、体质、阳灵体、小成、术法、玄阳灵火、小成、地形术圆满，道行1500年。地形术在疯狂使用下已经圆满，但这境界提升却慢得出奇。看来单靠猎杀这些小妖已经到了瓶颈。我一闪身，再次出现在盘丝岭的山神庙前。这庙比土地庙气派不少，我这次专门从镇上买了上好的檀香，供桌上也摆满了新鲜的贡品。想要更进一步，必须收录更高级的生灵。我盘膝而坐，对着那尊威严的山神泥塑开始观想。这一次绘卷震动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剧烈。成功收录盘丝岭山神，获得1000年道行，悟得灵品神通炼山诀。轰！一股磅礴的灵力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视海中一枚土黄色的倒印缓缓凝聚。这不是术法，而是真正的神通。我不必再像之前那样苦哈哈的掐诀，念头一动，旁边一块1000斤重的巨石竟然直接凌空飞起，随着我的手指在空中盘旋。只要我想，这巨石瞬间就能化作粉碎性的杀招。神通炼山诀，出窥门径，道行2500年，这才是真正的仙家手段。我正感受着力量的质变，神念中却察觉到一阵熟悉的脂粉味在靠近，是紫珠。她手里抓着一颗我故意丢下的碎石，正满脸焦急的在庙外张望。方圆，你个负心汉，躲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吗？紫珠的声音带着怒气，也有藏不住的幽怨。我身形一晃，借着圆满的地形术直接出现在她背后。没等她反应，大手已经环住了她纤细的腰肢，另一只手轻轻扣住她后颈的命门，却没用力。小妖精，半个月不见，脾气长了不少。紫珠身子猛地一软，靠近我怀里，嘴上却不饶人。你还知道回来？姐姐们正为了那个邪修头疼，你倒好，在外面到处杀生，闹得动静这么大。我嗅着她发间的香气，体内的阳气在共鸣，这种阴阳互补的滋味，一旦尝过，确实让人上瘾。我们在这山神庙后的林子里又续了一场长达2个时辰的修行。体质阳灵体，大成境界炼气化神。初期我睁开眼，金光毕露，大成的阳灵体让我的皮肤呈现出一种内敛的金玉质感。更重要的是，我诞生了神念，方圆10丈内一草一木皆在掌控。紫珠慵懒地整理着衣裳，眼神迷离地看着我。方圆，你这冤家提升的也太快了，不过你听我一句劝，最近千万别上山。那个自称九幽道人的胖子又来了，他手里那杆万魂幡邪门的很。九幽道人，我眉头一挑，猎人的本能瞬间觉醒，看来这是一个绝佳的资源包。紫珠走后没多久，盘丝岭上空便被一阵黑漆漆的阴风笼罩，鬼哭狼嚎之声大作，连月亮都被遮蔽了去。我再次遁入地下，神念紧紧锁定半空中的气息。只见一个挺着滚圆肚皮的胖道士正驾着黑风在岭上盘旋，他手里握着一杆惨白色的万魂幡，无数冤魂正从幡气中咆哮而出，化作一道道黑烟，把那几个蜘蛛精逼得缩成一团防御。绘卷在脑海中疯狂翻页，最终定格：生灵
九幽道人、邪修、境界、炼神还虚、命门、下体腐肉，因长期摄取阴魂，导致下半身受阴毒侵蚀，肉身早已腐烂化脓，乃是一处必杀的漏洞。我冷笑一声，这胖子玩鬼玩了一辈子，没想到把自己玩成了这副德行。他在天上叫嚣的正欢，万魂幡喷出的毒烟几乎要盖过灼构拳的灵光。趁着紫珠他们拼死抵抗的空档，我用地形术悄无声息地潜到了他正下方的土层里。就是现在，我双腿猛地发力，整个人如金色的流星般破土而出，瞬间冲到了胖道士的身后。他根本没预料到这穷乡僻壤还有人能躲过他的神念感应。炼山诀给我开，我心念一动，气海中道印闪烁，四周的山石炸裂聚拢，化作一只水缸大小的岩石重拳，照着他心窝子那块烂肉就是一通猛砸，每一拳都砸得结实。那胖道士被打得惨叫连连，身上直冒黑水。胖道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中的万魂幡还没来得及爆开杀招，就被我连轰了10几下。他肉身本就撑不住，命门一破，直接被我打成了一滩烂泥。阴风瞬间散去，我一把扯过他腰间那个冒着紫气的乾坤袋，顺势落回地面。在紫珠他们惊愕的目光中，我从袋里翻出了一本泛黄的古籍，封面上龙飞凤舞，写着3个大字：雾真天。这可是实打实的修仙真经。九幽道人死得极惨，他在半空中被我那记炼山诀砸成了烂泥，连惨叫都没发全。除了那杆邪气森森的万魂幡，他大部分的法器都在拼命10字爆，炸成了一地废铁。我没浪费时间，反手将那只散发着阴冷寒气的丧魂钩也一并收入怀中。这玩意儿虽然歹毒，但好歹是件法宝，回炉重造也能炼出不少好材料。就在我准备撤离时，一直站在旁边观战的赤珠动了。他走到我面前3步远站定，这个位置很客气，既不生分也没让人觉得不舒服。他对我盈盈一拜，两手交叠行了个极其标准的万福礼。小女子赤珠，多谢道长救命之恩。赤珠的声音清脆，此番若非道长出手，我们姐妹7人怕是要被那些修炼成番里的生魂了。这份天大的恩情，我们没齿难忘。他话音落下，身后的蓝珠、绿珠几个姐妹也纷纷围了上来。一时间，我鼻尖全是一股子浓郁的冷香，像是深山老林里开烂了的花。这些女妖精个个弯腰施礼，齐刷刷的喊着见过恩公。那场面若是定力稍微差点的凡人，怕是腿当场就软了。我眼皮微微跳了一下，目光顺势扫了一圈，这7个蜘蛛精里，老大赤珠确实名不虚传。她生得极高，红裙子里衬着白亵衣，那身段凹凸有致，低头一拜，确实是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她那鹅蛋脸紧绷着，眉峰挑起，透着股子当家大姐的雍容。其余几个姐妹也都是人间少见的角色，有的娇媚，有的清冷，只是她们看我的眼神总让我后颈皮发凉。赤珠还算稳得住，眼神深邃，看不出什么。可蓝珠和绿珠那几个眼睛就跟长在我身上似的，在那滴溜溜乱转。她们一会儿盯着我，一会儿又瞅瞅缩在旁边的紫珠，那眼神里藏着的古怪心思，傻子都能看出来。她们嗅到了我这刚刚觉醒的大成阳灵体，在那帮秀阴之气的女妖眼里，简直就是这世上最香最补的人肉灵芝。甚至她们可能已经猜到了，紫珠这半个月道行突飞猛进，到底是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东风。我淡淡的应了一声，脸上没露出半点笑模样。我方圆做事向来只讲利弊，宰了九幽道人，图的是他身上的道行和那本秘籍，顺带给紫珠解围。既然救了他们是事实，这份恩情我受着理所应当，没必要假客气。事情已了，来日再会。我斜了紫珠一眼，没再废话，身形猛地向后一纵，脚下生出一股旋风。我故意没当着他们的面用那招地形术，才不露白，压箱底的保命本事，留一手总没错。眼见我的身影消失在浓雾里，那几个蜘蛛精瞬间就炸了锅。啧，小妹，你这心藏的可真够深的啊！碧珠一把搂住紫珠的脖子，纤纤玉指顺着紫珠白嫩的下巴一勾，笑得花枝乱颤。这么个极品的宝贝疙瘩，你居然一个人独享了半个月，也不说带回来给姐姐们开眼。就是啊，瞧瞧那后生身上的阳气，哎呦，隔着老远都烫得我心慌。这要是能吸上一口，道行起码得长个几10年吧。绿珠也跟着凑去，满脸都是艳羡。小妹，你老实交代，你们俩最近是不是在偷偷修炼？难怪你修为长得快，快给姐姐说说，这纯阳灵体的男人吃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滋味？紫珠被他们围在中间，一张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原本想编个瞎话糊弄过去，可见姐姐们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只好缩着脖子和盘托出。哎呀，好了，我全说还不成吗？另一边我早已远遁，我方圆是人，不是被色欲冲昏头的蠢货。紫珠一个人我还勉强能应付，若是同时面对7个如狼似虎的蜘蛛精，指不定谁是谁的药渣，防妖之心不可无。这时候这才是上策。趁着夜色，我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那座破败的土地庙。这地方虽然窄，房梁还漏风，但它毕竟挂着阴神的牌子，算是这地界上少有的法治地带。待在这儿，我睡得踏实。我偶尔会往香炉里扔点打来的山珍当贡品，那土地老儿倒也识趣，东西拿了，事儿也不管。这种心照不宣的关系，让我把这儿当成了临时的闭关所。这九幽道人家底确实厚实。我盘坐在供台上，迫不及待地扯开了那个紫色乾坤袋。这袋子看着也就巴掌大，可神念往里一探，好家伙，足足有一间正房那么大的空间。最显眼的是那一堆金银刻子，在神念里闪着黄白光芒，粗略一算，起码上万两。这东西在山上没用，但在人间，这就是10辈子花不完的富贵。我想起前世拼死拼活攒首付的日子，再看看这一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畅，连佛祖都要塑金身。我这凡夫俗子当然也爱钱，除了金银，里面还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符箓、玉简、丹药瓶子，我一样样清点。最后在袋子的角落里，我翻出了一本用枯草纸订成的泛黄古籍《雾真篇》。看到封面上那3个漆黑的大字，我手都抖了一下，这名字太响亮了。翻开扉页，上面绘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道，白发飘飘，坐在一块青石上，旁边缀着一行蝇头小楷，道教金丹南宗五祖紫阳真人亲笔，真的是紫阳真人的真传。我心头狂跳，紫阳真人那可是道门里挂了号的神仙，金丹大法的祖宗。可再一想，九幽道人那个满脑子邪气的胖子，怎么会练这种煌煌正道的法门？难道是假货？我定下心，逐字逐句往下读，内容一入脑，我便知道这书绝非凡品。这些字句虽然深奥，但我一读便能领悟其中的真意，感觉浑身灵气都在震颤。道字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阳里阴精致不刚，福气参狭总是狂。书里讲的是真正的金丹大道，它是要把人的肉身当成丹炉，把体内的灵气熬炼成精。九幽道人之所以练成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是因为这蠢货只学了术却丢了道，他舍不得放弃那些阴损的邪术，非要用至阴的鬼气去结金丹，这不纯粹是往油锅里倒冰块吗？没把自己炸死，都算他命大。我深吸一口气，现在的我
拥有2800年的浑厚道行。这股力量就像是一池子死水，虽然量大，却没个核心，正好是个影子。我当即催动体内的阳灵体，这具灵体本就至阳至刚，此刻与雾真篇的口诀一撞，就像是滚油里落了火星。我闭目凝神，以神念引导体内奔涌的灵气，顺着大龙脊椎一节节攀升，每运转一个大周天，我都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在压缩。原本像云雾一样的灵气被强行挤压成了液态，最后在子府丹田中不断汇聚旋转，丹田中心生出一股漩涡，不断吸纳着体内的灵气。整整3天3夜，我坐在土地庙里一动未动。我能感觉到我的皮肉在重新锻造，大成的阳灵体在金丹的淬炼下，终于达到了圆满境界。我的生命层次正在发生质变。咔嚓，我脑海里仿佛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雷鸣。子府之内，所有的力量骤然向中心塌陷，一粒圆滚滚、金灿灿的丸子出现在了丹田正中。它缓缓转动着，散发出的金光将整个子府照得如同白昼。那些如汪洋般的法力，全都被这颗金丹调动起来，呼吸之间便能调动搬山填海之力，这才是修行。我睁开眼，双目中金芒一闪而逝。我不仅结成了金丹，道行在这一刻也完成了质的跃迁。我心念一动，山海绘卷自动翻开，个人信息流淌而出。卷主：方圆，境界炼气化神，后期体质阳灵体圆满，功法雾真篇，仙阶极品，术法玄阳灵火圆满，地形术圆满，神通炼山诀，登堂入室，道行2800年，已固化为法力金丹。我握了握拳头，虚空中传来一阵气爆声。阳灵体在金丹的淬炼下，已是达到了凡胎所能达到的极致。九幽道人那副活死人的模样，在我面前怕是连一拳都接不住。呵呵，恭喜小友正得金丹，如此仙于缘，当真羡煞旁人。一道和蔼的笑声从庙门口传来，我心中一惊，以我现在的神念，竟然没察觉到有人靠近。我立刻起身走出庙门，正是黄昏时分，夕阳把山影拉得极长。土地庙门口站着2个身影，高的那个有2丈高，浑身肌肉虬结，脸庞发紫，腰间挂着一枚金色的仙鹿；矮的那个正是先前见过的土地公，笑呵呵地捻着胡须。这2人身上都带着一股子威严的神光，这是天庭册封的正神气息。见过2位上仙，我虽经不乱，客客气气地拱了拱手。别看这些山神土地道行不一定有多高，但背后的关系网大的惊人。在这神魔乱舞的西游世界，跟体制内的人打交道，得留个心眼。老朽土地，这位是盘丝岭山神。矮老头笑眯眯地开口：方道友莫要多心，我们今日前来是受了紫阳真人的托付，专门来找你的。紫阳真人，我故作疑惑，那可是道门大仙，找我这山野散人作甚？呵呵，方道友快人快语。山神声如雷鸣，却也客气。你前几日在盘丝岭攒了那个叫九幽的邪修，这便是大功一件。那厮盗取紫阳真人的雾真篇，在那练成了祸害一方的怪物。真人一早就发下法旨，让方圆百里的神奇寻人除害。这九幽道人残杀万人，炼制万魂幡，罪恶滔天。但他那敢翻岭，还居着上万不得投胎的生魂。此事若不处理，这片地界的因果怕是要乱。土地公插话道：所以真人有令，谁能斩杀邪修并交出万魂幡，便赐下一份造化。方道友，你看那万魂幡，我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一声好险，幸亏当时没把那破旗子扔了，也没当场烧掉，不然这回奖励就飞了。不过我看着眼前这2个阴神，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这2位大老远跑来，肯定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神仙也得走人情世故。紫阳真人赏下的东西，指不定要被他们克扣多少。我若表现得太急切，这好处怕是要缩水。万魂幡，我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眉头拧成了疙瘩。哎呀，2位上仙，你们来晚了一步啊！我见那旗子阴气重的吓人，全是些狰狞的鬼头，我当时只当他是害人的妖逼兵，随手就扔进山涧里去了。这荒郊野岭的，哪还找得到？什么？土地公一惊，下巴上的胡子都翘起来了，那可是上万生魂啊！方道友，你这可闯了大祸了。旁边的山神却没土地公那么好糊弄，他那一对灯笼似的大眼睛在我身上扫了2圈，尤其是看到我刚刚结丹，阳气还没收敛干净的样子，冷哼了一声，却没发火。行了，收起你那套鬼把戏。山神摆了摆手，掌心一摊，一枚金色的光点从他腰间的仙鹿中飞出，那光点瞬间拉长，变成了一柄通体亮银色、剑身上刻满了太阳纹路的长剑。剑刚一出现，土地庙周围的草木竟瞬间枯萎，一股恐怖的热浪扑面而来。此乃纯阳神剑，紫阳真人亲手炼制的下品后天灵宝。他说了，斩杀邪修者得此重赏。方圆，把幡交出来，这件就是你的。我盯着那柄剑，眼睛都直了。我的阳灵体正在疯狂叫嚣，渴望着这股纯阳之力。我没再犹豫，从乾坤袋里掏出那杆灰扑扑的万魂幡，随手丢了过去。山神大人果然敞亮，我接过纯阳剑，剑柄触手的瞬间，一股炽热的力量直接顺着经脉涌进金丹。绘卷也在这时发出一阵得意的嗡鸣，那上面的信息流瞬间刷屏，成功收录后天灵宝纯阳剑，获得道行1000年，获得术法纯阳剑诀大成。我握住剑柄，随手一挥，一道3丈长的金色火浪瞬间切开了空气，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我心里清楚，这回我方圆才算是真正有了跟这盘丝岭顶尖妖王扳手腕的资格。土地公和山神见东西到手，相视一笑，对着我拱拱手，化作2道流光没入地下。我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神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世道还是手里的家伙硬最实在。对我方圆而言，这山神土地背靠天庭，能不翻脸最好。可真要论起实打实的好处，我也绝不会手软。山神先前收了万魂幡便先行离去，谁知土地公却没跟着离开，反而笑眯眯地凑上来，老脸上挤满了褶子，一副要套近乎的架势。方道友，老朽一眼便瞧出你是仙缘厚重之人，日后前途无量啊！我心念一转，立刻露出个憨厚的表情，趁机问道：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上仙。好说好说。土地公抚着胡须，乐呵呵的摆手。不过上仙这种称呼往后可千万莫要再提了。老朽听着虽受用，但天庭规矩森严，尊卑有别，万一传到上面去，怕是会招来麻烦。你往后叫我土地公就行。土地公，我顺势改了口，接着问道：我先前斩那九幽道人时，得了一卷紫阳真人亲笔的雾真篇，此物可是禁忌，是否也得交还天庭？土地公摇了摇头，魂不在意道：无需上交，人族得道者最讲究一个缘字，紫阳真人那等存在，在凡间留下几处传承本就是常有的事。你能得此书，说明与金丹派有缘，你尽管拿去参悟便是。他顿了顿，又凑近了些，低声补充道：这雾真篇可是道家修金丹的祖经，极品的仙阶法门，你若能修成正果，退去凡
还胎，说不定哪天上了天宫，还能凭此因果与那位真人结个善缘。到时候咱们这等小神见你，怕是还得行礼呢。我听着土地公的话，心里却在暗自盘算，这老儿显然没看出我早已结成金丹，更不知道我靠着山海绘卷，仅仅3天就走完了别人几10年的路。在他眼里，我大概只是个根基扎实、运气极好的凡间修士。毕竟3天成丹，在他们这种活了几百年的阴神眼里，那就是破天荒的胡扯。原来如此，我点了点头，心里算是有了底。随即话锋一转，试探着打听到，我先前在山下行走，听闻天宫之上曾出过一遭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是有一只猴子闹了凌霄殿，最后还动用了灵山的佛祖，大闹天宫。土地公一愣，随即哑然失笑：“方道友，你这消息可真够闭塞的。东胜神州花果山那妖猴作乱，都已经是20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那猴子如今还在五行山底下压着赤铁王和同知呢。200年前，我心里咯噔一下，手心微微冒汗，这下总算把时间线给定死了。如此算下来，距离那场震动3界的西天取经大戏正式拉开帷幕，大概还有300来年的时间，那可是万仙陨落、因果交织的无量量劫。在这之前，我若不能证到成仙，顶多也就是个稍微大点的炮灰。随后，我又与土地公闲扯了几句，这老头见我出手阔绰，临走前还专门叮嘱我少去招惹盘丝洞深处的那个大姐。最后，他化作一缕青烟，钻进了土地庙的神像里。我也不再耽搁，直接御风而起，朝着盘丝岭高处飞去。我先是在山顶寻了一处僻静的小院落脚，我就在盘丝岭的东山住下了。这里的动向自然瞒不过盘丝洞那7个姐妹，我也没打算躲着她们。搬进院子的第2天深夜，一道曼妙的影子就摸进了我的房间，门栓被一根蛛丝悄无声息地拨开，不用想也知道是紫珠。那一夜，屋里的气息波动了一整晚，我体内的金丹在不断运转，炼化着紫珠送上门的太阴元气，不仅没觉得疲惫，反倒精神奕奕。如今正式开始修行，日子倒也规律，白日里参悟悟真篇，仗着先前收录妖物积攒的2800多年道行，我修行的速度快得惊人。那些深奥的符箓和小法术，在我眼里几乎是一学即会。九幽道人乾坤袋里留下的那些材料正好派上了用场。我虽然对符箓知道还不算精通，但仗着法力浑厚，硬生生化成了不少金刚符和落雷符。这种保命的东西，我从来不嫌多。到了晚上，则是另一番滋味。紫珠是个贪吃的，夜夜都要来寻我。坐而论道，连续折腾了4、5天，这小狐狸般的妖精竟也显得有些面色憔悴，走路都有些虚浮了。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正在油灯下翻看那本《悟真篇》，屋里忽然卷进一阵带着幽香的妖风，烛火瞬间熄了。我眉头一皱，察觉到进门的气息不对，虽然依旧是蜘蛛精的阴气，但比紫珠要厚重不少。黑暗中，那道倩影轻飘飘地坐到了我腿上，一双手不安分地攀上了我的肩膀，语气娇羞，却透着一股子御姐味。一夜未眠，等到天蒙蒙亮，我捏住怀中女子的下巴，看清了那张俏脸。这女子生得与紫珠有5分像，却更加丰腴，眉眼间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媚色。她的耳垂上挂着一对蓝莹莹的坠子。你家七妹知道你过来吗？我神色淡定，其实昨晚刚接触时我就发现，这女子的身段和体温都与紫珠不同。这是紫珠的6姐蓝珠。蓝珠见我没发火，反而更亲昵地往我怀里钻了钻，娇嗔道：“自然是紫珠妹妹求着我来的。她这几天被恩公折腾得很了，昨晚身子烫得像是要化了一样，这才央求我来替她应个急。接下来的几天，房里的客人就没断过。今晚是3姐，明晚是4姐，除了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姐赤珠，这盘丝洞的姐妹们竟然轮流来与我修行。我也在不断的博弈和试探中明白了真相。紫珠确实是因为体质吃不消了，但那几位姐姐更是看中了我这一身纯阳道行，想借此精进修为。而这一切，她们都默契地瞒着那位严厉的大姐赤珠，生怕大姐横插一杠，独占了这人肉灵芝。半个月下来，我不仅没被吸干，反而靠着绘卷的不断收录和反馈，道行稳步攀升。我的悟真篇已修到了炼气化神圆满，离下的大境界仅有1线之隔，这全是辛劳与汗水换来的。方王又是一夜，紫珠总算恢复了元气，哭哭啼啼地趴在我胸口，小手不安分地划拉着。她这回是真的受了委屈，毕竟自己的地盘被几个姐姐给分得差不多了。我哄了好半天，才让这小妖精破涕为笑。云雨过后，紫珠趴在我耳边问了句：“方郎，你是喜欢我多些，还是喜欢我那几个姐姐？”我懒得睁眼，这种送命题我听过不止一次，只是淡淡道：“这个问题，你那3姐、4姐、6姐也都问过。”嘿，紫珠掐了我一把，眼珠子一转，又问道：“那若是我大姐赤珠也想来，你愿不愿意？”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赤珠那红裙如火、身段惊人的模样，论气质，其余6人确实比不过那位大姐。我没说话，只是轻笑了一声。紫珠冷哼道：“你就想美事吧，大姐心思深得很，她若是出手，保管叫你这方郎变成方干。”我翻开脑中的山海绘卷，看到9阴毒株的收录进度只剩下最后一张赤色的残片了。我心里明白，只要把赤珠也一并收录，这门神通就算是大工程。这种事顺其自然最好，我从不强求，但机会来了也绝不放过。大姐知道你住在山上，明天想请你去浊垢泉一叙。紫珠总算说到了正事，她说为了报答你之前的救命之恩，要带你去感受一下那仙泉的好处。那浊垢泉传说是天帝女儿沐浴的地方，里面的灵气能洗精法水，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浊垢泉，我眼中金光一闪，那可是盘丝岭真正的核心资源，也是我此行的终极目标。既然赤珠主动开口，那这汤水我就必须烫一烫。翌日清晨，紫珠怕被大姐抓个现行，早早就溜了。我等到日头高起，才御风前往浊垢泉。那地方位于山谷中心，此时泉水边格外热闹，不少化了形的虫精蚂蚱精正忙着布置瓜果酒水。这种排场在妖界也算难得了。见过恩公，那些女妖见到我，一个个眼神暧昧，只有赤珠还是那副冷清的模样，红裙包裹着她曼妙的身躯，在泉边雾气的衬托下，漂亮的不像凡人。诸位道友，我微微点头示意。赤珠轻快地走上前，手里端着一个漆黑的木盒。她微微弯腰行礼时，胸前那曲线显眼得很。她递过木盒，轻声道：“这是我们姐妹用本源蛛丝编织的7彩银丝甲，在这浊垢泉中淬炼了多年，水火不侵，能隔绝百毒，算是一点谢意，请方道友收下。”我接过木盒，入手够冰凉，里面那件内甲流光溢彩，防御力极强。我没客气，直接穿在了里头。入席后，赤珠坐在我左侧，她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淡淡的寒香。她看着波光粼粼的泉水，悠悠道：“方道友，这浊垢泉虽是宝地，却也是祸根。我们姐妹这点微末道行，占着这等天庭遗迹，日日如履薄冰，不怕你笑话。”
我这些年夜不能寐，总觉得大祸将至。他显然看得很清，这几个妹妹还在想着争宠，他这个大姐却在担忧灭顶之灾。赤珠忽然从袖中取出了一片金灿灿的羽毛，压低声音道：“方道友，请看此物。”仙光神羽、紫珠他们尖叫出声，显然没想到大姐会拿出这种底牌。这羽毛不是实物，而是由极其浓缩的太阳精气凝成的，散发出的火热气息让我体内的阳灵体瞬间兴奋到了极点。方道友对我们有恩，此物他若受不得，这天下便没人受的。赤珠眼神坚定，这一招拉拢可谓是下了血本。其余姐妹见状，纷纷改口附和，紫珠更是直接贴上来说我是自己人，我接过神羽，那种能引动金乌血脉的灼烧感让我确定，这绝对是进阶的关键。我看向赤珠，正色道：“既受此重礼，往后盘丝岭若有难，我方原必不会袖手旁观。”赤珠嫣然一笑，指着泉水中心道：“请方道友入水修行，在那泉眼中心炼化神羽，事半功倍。”我褪去衣物，一头扎进浊垢泉，这里的泉水滚烫如岩浆，寻常修士进来怕是瞬间就要脱层皮，可对我而言，这些阳气简直就是大补。我沉入水底，发现最深处有一口冒着霞光的泉眼，我按照绘卷的指引，将神羽贴在心口，运转悟真篇，轰！一股炽热的火气顺着血管疯狂钻入，我原本红色的阳灵体在这股火浪的冲刷下，渐渐染上了一层高贵的乌金色。我感觉骨骼在被敲碎，又在重组，那种非人的痛苦让我几乎要喊出来，但我死死咬住牙关。这一做便是9981天。等我睁开眼时，身上的七彩银丝甲都因为身躯的暴涨而发出了紧绷的声音。我体内的法力翻江倒海，境界竟是一举突破到了炼神反虚圆满，体质更是直接进阶成了金乌神体。小成，虽然境界还未到地仙，但单论肉身强度，我已经能跟上古那些搬山赶月的神兽硬碰硬了。就在我修为大成的这一天，外界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咆哮：“玄龙在此！哪个不知死的妖孽敢占据这仙泉？”我收敛气息，感应到一股蛮横的龙气在泉水上方肆虐，那是东海的孽龙，仗着龙族身份和地仙修为，四处抢夺洞天福地。水面上玄龙太子驾着赤色云火，一只龙爪直接抓碎了山神庙的半截墙，盘丝岭山神被打得吐血倒飞，根本不是一合之敌。嘿，这几个蜘蛛精生的倒是不错，正好给本太子当暖床的侍女。玄龙盯着湖边的七姐妹，龙眼里全是邪光，他张口喷出一口龙息神火，瞬间将赤珠的本源蛛丝烧了个干净，找死！赤珠脸色煞白，他万万没想到会引来这种层次的强敌。就在玄龙的龙爪即将扣住赤珠咽喉时，浊垢泉的泉眼中心突然爆发出一道冲天的金光，轰隆一声，水浪翻涌百丈，我化作一道乌金色的流光，瞬息间出现在赤珠身前，反手一记炼山诀，空中无数碎石聚拢成巨大的石拳，带着金乌真火狠狠撞在那龙爪上。什么人？玄龙被震退数丈，惊恐地看向我。我站在虚空中，浑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金色热浪。我看着这头不知死活的杂龙，冷声道：“方圆这地方我护了，你是想被抽筋剥皮，还是滚回你的海里去？”赤珠眼睛发亮地盯着我，他能感觉到我现在的气息强得吓人。道行2800年，我立于虚空之中，周身紫阳神火如大日悬空。我将赤珠交给赶来的紫珠等姐妹，独自挡在众人身前，目光如刀地看向空中。赤珠脸色苍白，虚弱地抬起头，眼神里透着几分后怕。方道友，紫珠说的没错，那玄龙号称天劫之下第一仙，100年前就是地仙圆满境界了，他体内流着龙族血脉，千万不能大意。天劫之下第一仙，我抬头看向天穹，心里发出一阵冷笑。漫天云雾在紫阳神火的蒸腾下早就散了个干净，那条玄色巨龙的身影彻底暴露在阳光下，他那一身鳞甲亮得刺眼，看样子刚才的余波根本没让他掉一根皮毛。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的山海绘卷哗啦啦翻到了新的一页。妖玄龙血脉，烛龙后裔，血脉浓度虽已稀薄，但仍保留神兽之躯。特征：肉身强横无比，擅长吞吐龙息神火。弱点：神兽之体，并无常规命门。价值：龙血可强健筋骨，鳞片可炼制重甲，龙筋龙珠皆为极品仙材。状态：未收录。我看了一眼内形，神兽无命门的字样，不禁反喜。烛龙那是创世级别的神魔，这玄龙血脉虽然只剩不到1成，但这一身龙肉龙骨简直就是个移动的宝库。只要宰了它，收录进绘卷，我这金乌神体怕是能直接更进一步。不错，本太子便是这天劫之下第一仙。天上的玄龙咆哮一声，他没用龙形扑杀，反而摇身一变，化作了一个粗犷的人影。他身形魁梧，穿着一身漆黑的神铁甲胄，头顶2只峥嵘的龙角，大踏步停在泉水另一头。他握着拳头，看人的眼神里全是狂傲。好大的口气，你这脸皮倒是比龙鳞还厚。我站稳脚跟，语气平淡的开口讽刺。玄龙的脸色变了，眼神里烧起了怒火。我觉得更好笑了，继续戳他的心窝子。炼虚河道，渡劫飞升，那才叫仙。你不过是在这山沟里修了几百年的地仙，境界卡在这里寸步难行，也敢恬不知耻的自封为仙，你找死！玄龙被我气得七窍生烟，脚下一跺，整个人裹挟着一股白浪，猛地冲了过来。他在浊垢泉的水面上踩出一道巨大的波动，磨盘大的拳头带着尖锐的气笑声直取我的心口。我站在原地，半点躲的意思都没有。我就是要看看，是他的龙族肉身更硬，还是我这刚出炉的金乌神体更强。咣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在骨间炸开，震得周围的树叶纷纷下落。玄龙这一拳实打实的砸在我的胸膛上，强横的力量透过皮肉，却像是一拳砸在了实心的神铁山上。我晃都没晃一下，低头看了看胸口，连个红印子都没留下。玄龙愣住了，他那双龙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拳头还抵在我的胸口，收也不是，进也不是，就这点力气。我冷笑一声，嘴角勾起一抹讥讽，难怪修了几百年还是个地仙，这龙族血脉传到你这一辈，怕是只剩下点虚架子了。话音刚落，我动了，我反手握拳，金乌神体的爆发力全数灌注在右拳之上，拳锋处隐约有紫色的神火跳动。这一拳快如闪电，重重的轰在玄龙的护心甲上，咔嚓，那层号称能抵挡地仙全力一击的神铁鳞片，在我拳下瞬间崩碎成无数残渣。玄龙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被打得离地而起，撞飞出去10几丈远，牙缝里都渗出了血迹。我大步向前，冷冷开口，龙肉的味道应该不错，正好给我的绘卷加个收录，你这身家底我收下了。玄龙重重的摔在岸边的碎石堆里，眼里的狂傲彻底变成了惊恐。他大概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人族根本不是什么待宰的羔羊，而是一个要他命的杀神。玄龙重重的摔在岸边的碎石堆里，坚硬的岩石被他的身躯砸出蛛网般的大坑，嘴角溢出的龙血落在地上，竟将沙石啄出一个
个细密的坑洞。他死死地盯着虚空之中的我，那双树瞳里的狂傲尽数褪去，只剩下被冒犯的暴怒与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惧。他活了近1000年，从东海龙宫的偏支一路厮杀到太子之位，靠着稀薄的烛龙血脉，同阶之内从未遇过敌手，就连天庭的普通天将也不敢与他正面硬汉。可今日竟被一个看着不过20出头的人族修士一拳打碎了他引以为傲的龙鳞护心甲，甚至震伤了内府。人族小儿，你成功激怒本太子了！玄龙低吼一声，周身骤然掀起滔天巨浪，浊垢泉的泉水被他的龙力引动，化作数十道水龙冲天而起，每一道水龙都裹挟着刺骨的寒煞，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冻结成了冰晶。他身形一晃，再次化作千丈玄龙真身，漆黑的鳞甲在日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两只龙角之间隐隐有一缕灰黑色的雾气流转，那是烛龙血脉的本源之力，掌管时间流逝的禁忌神通。我立于虚空，紫阳神火在周身化作一道金色的火墙，那些冲来的水龙刚触碰到火墙，便瞬间被蒸发成漫天白雾，连一丝寒煞都没能透过来。我指尖摩挲着纯阳神剑的剑笔，脑海里的山海绘卷疯狂翻涌，关于玄龙的信息再次刷新。烛龙血脉神通，刹那光阴可凝滞周身10丈内的时间流速，持续3息。此神通消耗本源极大，非生死绝境不可动用。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倒要看看是这龙族的光阴神通厉害，还是我的金乌神火能焚尽世间一切规则。千丈龙身横亘在山谷上空，遮天蔽日。玄龙张开巨口，一声震彻天地的龙吟响彻盘丝岭，山林间的小妖尽数匍匐在地，瑟瑟发抖。龙角间的灰黑色雾气骤然爆发，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了我周身10丈。刹那光阴，周边的一切都静止了。飞溅的水珠悬在半空，呼啸的风停在耳畔，就连赤珠他们惊呼声的尾音都被死死定在了空气里。唯有玄龙的龙爪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朝着静止不动的我狠狠抓来。这一爪，他动用了全部的龙力，是要将这个羞辱他的人族修士捏成一滩肉泥。3息时间，对于地仙级别的强者而言，足够杀死一个人1000-100次，千钧一发之际。就在那锋利的龙爪即将戳穿我眉心的瞬间，一道乌金色的火光突然从我体内狂暴喷涌而出。这可是至阳至刚的金乌神体，本就是世间一切阴寒虚妄和时间鬼数的绝对克星。太阳东升西落本就是岁月的标尺，区区3息的光阴凝滞，还想困住我这执掌太阳真火的金乌神体，真是痴心妄想。紧接着，伴随一阵如同玻璃炸裂的脆响，那层无形的时间壁垒竟然被我的紫阳神火硬生生烧出一条大口子。我猛然睁开双眼，瞳孔里仿佛有2轮烈日疯狂翻涌，对上玄龙那副见到鬼般的惊骇目光，我死死攥紧纯阳神剑，将全身澎湃的金丹法力与金乌神火一股脑的全砸进剑身。紫阳剑诀第一式，大日横空，瞬间3丈长的金色剑罡拔地而起，剑罡表面烈焰疯狂舔舐，甚至隐隐凝聚出3足金乌的虚影。这一剑直接撕裂了凝滞的时间，劈碎了漫天寒气，带着一股子焚山逐海的霸道劲儿，直奔玄龙的脑袋剁了下去。玄龙见状拼命想要躲闪，可剑罡的速度实在太快，再加上时间壁垒破碎引发的强烈反噬，让他气血翻江倒海，根本来不及躲避。万万没想到，他只能仓促挥起龙爪硬扛这道恐怖剑罡，下一秒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他那引以为傲的无坚不摧龙爪竟然被纯阳神剑生生剁飞，金灿灿的龙血如同暴雨般倾盆砸落。玄龙立马扯着嗓子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他那1000丈长的庞大身躯疼得在半空疯狂扭动，结果硬生生撞塌了半座山崖。怎么可能？你的神火怎么可能破得了本太子的光阴神通？玄龙的声音里明显带上了哭腔，他这张王牌竟然被我随手撕得粉碎，这下连他的道心都开始疯狂崩塌。我单手拎着剑，踩着虚空一步步逼近他，周身环绕的乌金色火光越烧越旺，连整片天空都被我染成刺目的金红。烛龙掌昼夜，金乌主升落，大家同是上古神兽，你真以为就你懂时间规则？话音未落，我身形猛猛的一晃，靠着圆满境界的地形术，我瞬间穿透虚空，直接闪现到这长虫的7寸位置。这里可是龙族致命要害，就算他是烛龙后裔，也绝对避不开这个血脉里的致命死穴——炼山诀。给我震！我左手飞速结印，方圆10里的山石瞬间尽数腾空拔起，直接凝聚成一座数百丈高的巍峨石山。我操控着这座石山，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向玄龙的7寸要害。与此同时，我右手的纯阳神剑毫无阻碍地捅穿了玄龙的脖颈，狂暴的紫阳神火顺着剑刃疯狂灌入，死命灼烧他的经脉和那颗龙丹。我是东海太子，你敢杀我，东海龙宫绝对不会放过你，天庭更不会饶了你。玄龙疯狂挣扎扭动，巨大的龙尾四处乱扫，把好好的山谷抽得稀巴烂。可偏偏他的身体被我的炼山诀死死压住，根本动弹不得分毫。随着龙丹被神火疯狂吞噬，他的道行正在狂跌，生命力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流失。我眼神冰冷如铁，心里没有泛起一丝涟漪。从这泥鳅张口叫嚣要抢夺浊垢泉，甚至想掳走7姐妹给他当暖床丫头的那一刻起，他在我眼里就已经是个死物了。至于东海龙宫和天庭的报复，我方圆从穿越到这西游世界的第一天起，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手腕猛地发力一拧，纯阳神剑直接在龙井里狠狠搅动了一圈，瞬间把玄龙的龙丹搅成一滩碎渣。磅礴的龙力立马失控暴走，玄龙那1000丈真身就像个漏气的气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收缩，转眼间就变成一具10几丈长的枯槁龙尸，重重砸在泥地上，彻底死透了。就在玄龙咽气的瞬间，我脑海里的山海绘卷猛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刺眼金光，无数暗金色大字在我眼前疯狂跳动。成功收录烛龙后裔玄龙，获得5000年道行，获得残缺神通刹那光阴以及真龙霸体，获得烛龙时间碎片与金乌血脉提纯本源，体质顺利进阶为金乌神体中成，境界更是一举突破到炼虚河道初期，一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狂暴磅礴的力量瞬间席卷我的四肢百骸。我的金丹在丹田里疯狂公转自转，贪婪地吸纳着玄龙残存的本源龙力。原本金光闪闪的金丹，此刻竟然烙印上了一层神秘的乌金色神纹，甚至隐隐有了化作元神的迹象。金乌神体再次进化，我能无比清晰地察觉到自己对太阳真火的掌控度飙升了数十倍。不仅如此，我还借着烛龙的时间碎片，勉强摸到了时间规则的门槛——炼虚河道啊！谁能想到，仅仅宰了一条长虫，我竟然直接跨越了炼神反虚圆满到炼虚河道之间的巨大天堑，一步登天踏入地仙之境。要知道，在这西游世界里，地仙已经绝对算得上是一方大佬了，就算跑去天庭也能混个正式编制，更别说在这
这下界凡间，我完全可以横着走了。我缓缓收起长剑，随后我稳稳落在龙尸旁边，紧接着我随手一挥，操控紫阳神火将这具庞大的残骸彻底包裹。转眼间，龙鳞、龙筋、龙骨和龙血就被我剥离得干干净净。这长虫浑身可都是极品材料，龙鳞能拿来炼制高级防御法宝，龙筋绝对是顶配的公胎，龙血更是淬炼肉身的猛药，甚至连那根被我剁下来的龙爪都能直接回炉重造成一把杀伤力爆表的利刃。就在这时，紫珠满脸焦急的第一个朝我扑了过来，他一头扎进我怀里，嘴里大喊着方狼。看着我周身越发狂暴的阳气，他那双美眸亮晶晶的，写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掩饰不住的小迷妹崇拜。这丫头小心翼翼地拽着我的袖口，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视，满脸担忧地问我有没有受伤。直呼刚才那条龙的大招把她吓得不轻，紧接着其余几个姐妹也呼啦啦全围了上来，一个个盯着我的眼神里除了敬畏就是快要溢出来的倾慕。偏偏只有大姐赤珠表现得格外沉稳，她款款走到我面前，身子一软，直接盈盈拜倒，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郑重其事地谢我再次出手相救。直言盘丝岭七姐妹这下可是欠了我2条命。我见状赶忙伸手去扶她，谁知指尖不经意间划过她那白皙的手腕时，一股至阴至柔的太阴元气猛然与我的至阳之力产生了剧烈共鸣。下一秒，我脑海里的山海绘卷再次疯狂震颤起来。没想到九阴毒株的收录进度竟然瞬间从70%直接原地拉满，成功收录九阴毒株主身赤珠，全图鉴收录完成，强势解锁神通天罗地网，狂揽1000年道行，阳灵体与太阴本源彻底交融，连带着我的金乌神体稳固度都跟着暴涨了50%。这下我心里瞬间明镜似的，我重新打量起赤珠，眼神里不禁多了几分深意。原来这女人才是九阴毒株的真正主身，难怪她能稳坐大姐头的交椅，这一身道行甩了另外6个妹妹8条街。与此同时，赤珠显然也察觉到了自己体内的异样，她的太阴本源竟然和我的阳气死死纠缠在了一起，就好像我们之间强行绑上了一根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形因果线。她脸颊浮现出一抹诱人的红晕，结果非但没躲开，反而大方的抬眼注视着我。她轻声告诉我，卓构拳拳眼最深处还藏着一处当年天地之女留下的上古秘境，里面说不定有能帮我提升修为的绝世宝贝。等处理完眼下的麻烦，她要亲自带我下去探探底。我笑着点点头，刚准备答应，突然间脚下的大地传来一阵剧烈晃动，紧接着土地公这老头灰头土脸的从土里钻了出来，他那张老脸急得煞白，连下巴上的胡须都在疯狂抽搐。一看到我，他立马扯着破锣嗓子嚎了起来，惊呼我捅了破天的大祸。我宰了玄龙太子，东海老龙王敖广已经气疯了，直接拉着水师大军直奔南天门去玉皇大帝那告御状。老龙王一口咬定我残杀天庭钦定的龙族正神，正哭着喊着求玉帝降下天兵天将拿我开刀问斩。这话一出，周围这群蜘蛛精姐妹瞬间吓得花容失色，紫珠更是小脸煞白如纸，死死抱住我的胳膊直哆嗦，吓得连声追问该怎么办，甚至怂恿我赶紧脚底抹油，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然而我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心里稳如老狗，宰掉这条泥鳅会惹来什么麻烦，我早就盘算得一清二楚了。我安抚性的拍了拍紫珠发抖的小手，转头锐利的盯住土地公，沉着嗓子盘问玉帝老儿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究竟派没派人下界。太白金星那个老头已经捧着圣旨从南天门起飞了，最多再有半天功夫就能降临咱们盘丝岭。土地公急得在原地直跺脚，万万没想到他又爆出一个惊天大瓜，原来那玄龙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东海太子，他其实是敖广养在海里的私生子，100年前仗着觉醒了点烛龙血脉才硬生生上位。这次他偷偷溜出龙宫，不仅是为了霸占卓构拳，更是想找个风水宝地偷练邪丹强冲天仙境界。更离谱的是，这货手里竟然还捏着和狮驼岭那帮绝世老妖暗中勾结的要命密信。听到这里，我的眼睛瞬间亮得惊人，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看我瞌睡特意给我递了个软枕头啊！本来我还在脑子里疯狂建模板，琢磨该怎么忽悠天庭的问责，结果现在倒好，这死泥鳅屁股底下不仅全是屎，居然还敢和狮驼岭的恐怖暴徒玩无间道，那这事儿可就大有可为了。要知道，狮驼岭那3个妖王可是让整个天庭都极度头疼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那个金翅大鹏雕，后台硬的吓人，那可是如来佛祖的亲舅舅。玉帝老儿估计做梦都想摸清狮驼岭的底细，偏偏一直苦于抓不到把柄，所以只要我能把这封密信搞到手，绝对能成为敲开天庭大门的完美投名状。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大步流星跨到玄龙的残骸前，庞大的神念瞬间如雷达般扫过全场。果然在这货左边龙角的隐秘缝隙里，抠出来一个用特制龙皮死死封印的隐蔽暗盒。我暴力捏碎盒子，里面静静躺着一卷散发着腥气的兽皮密信。摊开一看，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头蠢龙竟然和狮驼岭的3大王歃血为盟，打算里应外合掏空东海龙宫的兵符，甚至还详细计划了怎么配合妖族狙击西天取经的团队。我一把将这烫手的山芋塞进怀里，嘴角不受控制地扯出一抹冰冷的弧度。这下稳了，我不仅不是杀害龙族正神的罪犯，反而成了替天行道的有功之人。就在这时，遥远的天际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空灵的仙乐，大片大片的祥云翻滚而来。只见一道仙风道骨的白色身影正稳稳踩在云头上，不偏不倚地朝我们盘丝岭急速逼近。太白金星这老神仙终究还是到了，岂料赤珠竟然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一步跨出，死死挡在我身前。他咬紧牙关，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放话今天要是天庭敢拿我试问，她们7姐妹就算是把命全搭在这儿，也绝对会护送我杀出重围。紧接着，其余6个小蜘蛛也毫无惧色地涌上前来，将我严严实实地护在中间。她们周身毒瘴弥漫，坚韧的蛛丝早已在指尖蓄势待发，显然是做好了和天兵天将死磕到底的觉悟。看着这群傻丫头，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难得的暖意。我伸手轻轻将她们全揽到身后，胸有成竹地宽慰她们千万别紧张，我不但不会少一根汗毛，说不定咱们还能趁机在天庭老儿身上狠狠敲上一笔天大的竹杠。我猛地抬起头，死死盯住天边那团越来越近的刺眼祥云，手掌紧紧攥住怀里那封致命的密信，眼神里只剩下绝对的狂热与笃定。在这个神魔乱舞万仙争锋的残酷西游世界里，因果缠身，处处是坑，但我方圆既然已经一脚踏了进来，就绝对不可能去当什么取经路上的卑微炮灰。为此我必须要把手里的山海绘卷榨干到极致，强行收编这世间所有的顶级大妖，彻底悟透这虚无缥缈的金丹大道。直到有一天，我也要在这诸天3界之中硬生生砸碎原有的阶层，踩着满地尸骨，去和那高高在